相信你们也久等了，易控的4106啊，终于拿到手了。然后我左边这台呢是 S1 的版本，右边这台呢是 Pro 的版本。就如大家先前所知啊 ，Pro 的版本的价格呢是1398，而这台 S1 的版本的价格不到1000元，只要998。那么这两台车应该是1:10的这个性价比的，我觉得。说性价比之完的话，可能有点过啊，但是确实是这两台车性价比在1:10的这个车子里面，确实是相当高的。我相信很多粉丝特别关心的是这两台车，S1 版和这个 Pro 版到底有啥区别？那么跟老詹一起来仔细看一下。好，首先我们从外观来对比这两台车子啊。白色这台呢是 S1 版啊，黑色的是 Pro 版。那么在两个这个版本呢，都有相应的各自不同的颜色，也就是说，S1 版呢也有灰色、白色和绿色，而对应的 Pro 版呢，相同的也有啊。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其实两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 Pro 版呢它是带了这个透明的车窗的啊，而且它从透明车窗这样看过去的话，它是有内饰的。而这个 S1 版呢，它就是不透明的窗子啊，上面是一个贴纸的一个材质，另外呢，从外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台 Pro 版呢是带了这种遥控的这个灯光的啊，我们可以通过11通的遥控器啊来控制这台车的灯光的开和关啊，这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不同。说到遥控器呢，遥控器其实也是这两个版本最大的一个不同。Pro 版呢，它用到的这个遥控器是由富斯代工的一个11通的遥控器，这台 S1 版呢，则是一个6通的遥控器啊，就是两个版本的通道数不一样，因为两台车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在外观上，两台车还有个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这台 Pro 版带了一个这个备胎以及备胎架，而这台 S1 版呢就没有带这个备胎架和这个备胎啊。整个这台4106的这个外观呢，是模仿了这个奔驰大 G 巴博斯风格的这个版本包括从它的前脸、保险杠以及它这个前面的这个日间行车灯，还有这个漂亮的这个行李架。那么两台车的这个整个外观其实是细节还是蛮丰富的，在这个价位上能把这个行李架做到那么有质感能把这个日间行车灯的这个顶部包括雨刷包括前保险杠包括大 G 特别有标识性的这个转向灯也是做的可以说还原的是很到位的，很有细节的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两台车从功能上面以及从结构上面这两台车有啥不一样呢？我们先看这台 S1 版。S1 版呢，打开以后，其实大家可以对比到，整个车架结构是和这个 Pro 版是一样的，但是细节呢这个 S1 版呢就没有了这个锁差速的这个舵机也没有了这个坦克掉头的这个舵机。另外，在这个从车壳这一块看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Pro 版是有内饰的，而这个 S1 版是没有内饰的包括灯光也没有可以看到这边是没有一个灯光的一个排线，而这边呢是有了灯光的一个排线以及内饰版的一个这样的装饰在里面两个车都有的功能以及这个配置呢，就是我们的电装动力部分。动力部分呢，两个车都配备了一个550的电机，还有这个60安的一个有刷电条那么在动力配置上，我们这两台车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相同的功能呢，就是高低速功能这台 S1 版呢也是带了高低速换挡功能的，而这台 Pro 版本呢除了这个高低速换挡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多了两个舵机，一个是前差速的舵机，一个是后差速的舵机。而比较有意思的是中间这个舵机，这个舵机呢用于控制它的两个掉头的功能两个版本的4106 Pro 版为什么要比这个 S1 版贵那么多除了刚才说过的几个功能也好、配置也好的不同，其实 Pro 版有一个很好玩，也是老詹在其他车上面还没有见过类似的这种配置的一个新玩法它就是坦克掉头功能。
坦克掉头功能呢，其实很多厂家以前都做过，但是这台车在结构和功能上跟以往的车子都有点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好，我们现在我们把坦克掉头功能就打开啊，是它的通道4啊，打开 CH4。打开 CH4 以后呢，我们其实啊，我们不动遥控，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内饰转向舵机的一个机构啊，它的一个这个舵机啊，包括有两边的拉线。那么其实转向舵机在这里啊，已经有一个转向舵机了，这个舵机肯定不是转向舵机。那么它的旋机是什么呢？我们往一个方向打死以后给油。好，现在你们看到没有？3个轮子在转，然后这个轮子是锁死的一个状态。好，往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到往这边打的时候啊，3个轮子在转，这个轮子是锁死的一个状态。那么那个舵机的作用其实就是来拉动它相应的一个操纵机构啊，拉动它一个相应的操纵机构，从而实现锁死一个轮子，3个轮子转。那么从而实现最小半径的一个坦克掉头啊，它比那个 A 叉的那个后轴直接锁死啊来的效率要更高，因为它一个轮子还在使劲，而一个轮子是完全锁死，因此它的整个转向半径可以更小。那么要实现这种它肯定就要增加一个这样的机构，增加了成本的同时，我觉得这种玩法这种设计，反正我以前在其他品牌的模型下面我是没有看到的。好，现在我们打开了坦克掉头，好，现在我们往右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的转向半径，看到没有？一个轮子锁死了，甚至我还可以反退退也可以，退的话它另外一侧锁死了。因此看到我一个挑头动作，我在这么小的一个地砖下面我就完成了，然后倒一把。好，从配置上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车的一个不同点S1 版本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避震器它是一个有金属配件的，但是避震筒呢是尼龙或者塑料材质的一个避震器在这里其实还是蛮漂亮的，一个红色的金属的这个座子，它是一个塑料筒身的这样一个避震器。而我们的 Pro 版本呢它的材质呢就基本上是一个金属的，包括避震筒的这个筒身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金属材质的。那么这也是两个版本的一个不同点。还有一个不同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向拉杆这个地方 ，Pro 版呢它配备了一个内饰舵机保护这样的一个筒身在你的这个车轮受到外力压缩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卸掉一定的力量，从而起到保护舵机的一个作用。而在我们的 S1 版下面呢，它只是一个拉杆的作用好，那么回到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S1 版呢，到底有没有差速锁这个功能其实我们的 S1 版呢是有差速锁的，只是它的差速锁的设计据老张所知呢，这个设计呢也是一个易控的一个专利技术。它在桥弹的这个位置在桥弹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锁止的一个差速我用手轻轻一拨它它就可以打开了。然后呢往这边一拨它又锁止了。其实这个结构老张个人认为在某些特定的状态或者某些特定的前提下，这种手动的结构呢会更加的合理，也更加的适用。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玩泥或者是我们在参加比赛的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个人我是更喜欢这种手动去拨差速的这种机构的。因为为什么呢？无论是比赛也好，或者是玩雪玩泥也好，相应的电子设备少一些的话，其实会提高你整个系统运作的这种可靠度那么锁差速呢，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机构。它首先是要接收机接收了信号传给你的
锁插舵机，舵机在运作。像这台车的话，它是有一根钢丝拉线啊，在运作了以后啊，传到桥这边来，拉动这个拉线来实现一个锁差速的动作。但是这台车呢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复杂的机构都减掉了，它简化成一个只需要手来拨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其实这种机构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它的可靠度肯定要比这种用舵机控制的这种机构的可靠度要更好啊。因此我觉得 S1 版很多我也听到很多玩家在下面留言啊，跟我们说你要买什么版本，很多玩家都说，我肯定要上这个 Pro 版。其实我认为不一定贵的就是好的啊，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个配置才是好的。那么我们又回到使用场景的这个前提下，如果您的使用场景是你比较经常会粗糙的去玩这个车，或者说你会去参加一些小比赛干嘛的，你要的是追求的是这台车的一个在相同性能或者接近性能的时候可靠度要更佳，那么其实我会推荐你这一台便宜的这一台 S1 版因为这种手动锁差速的这种功能这种机构真的可靠度绝对是要比这种用舵机锁差速的这种机构呢是来的要更可靠一些的。